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在佛法的智慧里，有一句话极少被人真正听进去：佛菩萨不显灵，往往不是不慈悲，而是最深的慈悲。而毁掉一个人最残忍也最彻底的方式，从来不是让他受苦，而是让他这一生心想事成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你能在这个瞬间滑到这个视频，真的不是偶然，不是算法推给你，也不是巧合，而是某种你自己都说不清的频率把你带到了这里。也许你最近正感到焦虑，心里隐隐有一种不安，你明明很努力，却总觉得差了一点什么。你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个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，而你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够虔诚，不够用力，不够会求。在这个人人都在谈闲话，谈吸引力法则，谈如何向宇宙下订单的时代，我想和你分享一段古老的几乎被遗忘的智慧。这段话原本藏在修行人的口传里，不写在明面上，因为它太逆耳，也太容易被误解。可今天我想把它讲给那些在生活中感到疲惫，感到迷失，感到越求越空的有缘人听。佛经中有云，众生所求多半不是解脱，而是延续轮回的工具。这句话听起来很冷，但你若细想，就会发现他说的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现实。我们以为自己求的是幸福，其实求的是满足。我们以为自己想要的是安稳，其实想要的是控制。我们口口声声说为了家人，为了孩子，为了未来，可真正推动我们去祈求的往往是恐惧，是不甘，是对失去的抗拒。于是我们开始向上祈求，向佛，向菩萨，向宇宙，向命运。我们烧香许愿发誓承诺，我们告诉自己，只要这一次能如愿，我以后一定会更善良，更知足，更懂得感恩。可佛法里真正令人不安的一点在于，你求的东西未必是不能给，而是不能给你得太早，太顺，太满。古人讲，顺境是考验，逆境也是考验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顺境往往比逆境更危险，因为逆境会让人警觉，而顺境会让人沉睡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？有些人年轻时吃尽苦头，反而心性稳重，而有些人一路顺风顺水，却越来越焦躁，越来越空虚，越来越害怕失去。他们得到的东西越多，内心越不安，因为一旦尝过想要就能得到的滋味，世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佛门里有一个极少公开谈的词，叫做顺魔，不是外在的魔，而是顺着你心念走的魔。它不阻止你，不考验你，不打击你，它只做一件事，成全你。你想要名，它给你名；你想要财，它给你财；你想要被爱，被看见，被认可，它一样一样地送到你面前。它让你觉得自己是被祝福的，是被偏爱的，是走在正确道路上的人。可慢慢的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你开始离不开这种感觉。你不再问这个愿望对不对，只问能不能更快。你不再在意初心，只在意结果。你表面上在行善，内心却越来越急。你开始害怕失去，因为你已经尝过得到的甜。楞严经里有一句话讲得极重，未得未得，未正言正。意思是，一个人若在还没有真正觉悟之前，就误以为自己已经站在了高处，那才是修行路上最危险的时刻。顺魔的可怕就在于，它不需要诱惑你作恶，它只需要让你不断如愿以偿。当你的每一个善愿都被满足，你就再也分不清哪些是善，哪些是执。你开始以为人生的意义就是不断升级，更好的生活，更高的地位，更稳的关系。你以为这叫进步，可佛法说，这叫加固我执。我执一旦坚固，苦就不需要外力，你自己就会制造轮回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真正的佛菩萨往往不会在你最想要的时候显灵，不是因为你不够虔诚，
而是因为你求的东西正在把你推向更深的迷失。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，他们会抱怨为什么自己拜了这么久，愿望却迟迟不来。他们以为是自己不够努力，却不知道那一次次未被满足的祈求正在悄悄救你。因为有些愿一旦成真，你这一生就再也回不了头。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顺魔这个词，心里都会有一个疑问：如果我求的都是善愿，是为了家人好，是为了生活安稳，是为了不再受苦，这样的愿望怎么会有问题？问题从来不在愿望表面，而在你求的时候，你内心真正的推动力。佛法从不否认世间的需求，吃饭、工作、养家、照顾亲人，这些都不是错。错的是，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把解决问题当成了人生的全部意义。于是你会发现，很多人的人生只有一个方向，不断摆脱不安，一关一关的过。今天解决钱的问题，明天解决关系的问题，后天解决身份的问题。他们以为只要问题清零，人生就会安稳。可佛法看得很清楚，你解决的问题越多，你对世界的依赖就越深。你不是更自由，而是更害怕再一次失去。顺魔最擅长做的事，就是在你最焦虑的时候，给你一个看似正确的出口。他不会让你走偏门，他让你走人人看起来都对的路。你为了家人更拼命工作，你为了孩子更执着成就，你为了不被淘汰更努力证明自己有价值。这些理由听起来光明正大，甚至令人敬佩。可慢慢的，你的心开始变得很累，你开始睡不好，你开始容易烦躁，你开始对一点点不确定性都无法忍受。你表面上越来越成功，内在却越来越紧绷。佛经里说，众生苦不在无，而在有。不是因为没有，而是因为拥有之后生怕失去。顺魔的第二层可怕之处就在这里，它让你尝到只要够努力、够虔诚、够正确，就一定会得到的甜头。一旦你相信了这套逻辑，你就再也无法接受人生中的停滞。你会开始怀疑，为什么这一次没有成？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？是不是我还不够用力？是不是我少了一点执着？于是你更加用力，更加焦虑，更加无法停下来。这时候你已经不是在追求幸福了，你是在被一个看不见的力量推着往前走。很多人以为堕落是毁掉一个人的方式，可佛法告诉你，真正毁掉一个人的是让他一生都在正确的努力。法句经中有一句话很少被拿出来讲，求而得之，未必是福。意思是，一个人求什么就得什么，并不一定是福报。因为当你所有的外在条件都越来越好，而内在的觉察却没有同步增长，你承受幸福的能力其实是下降的。你会变得更怕失败，更怕被否定，更怕别人看穿你的脆弱。你表面上风光，内心却一直在防守。顺魔不会在你最脆弱的时候出现，它出现在你开始觉得自己终于站稳了的时候。它让你误以为这条路是对的，只要继续走下去，就一定会抵达终点。可佛法从来没有承诺过一个终点，它只不断提醒你看清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越成功越不快乐？不是因为他们不懂感恩，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把不能失败当成了生存条件。这就是顺魔最深的一层，它不让你作恶，它让你把不断满足欲望误认为是人生的正轨。而一旦你习惯了这种状态，你就很难再停下来问一个问题：我现在追求的到底是在解脱痛苦，还是在延长痛苦？佛法里说，真正的考验不在你失去的时候，而在你得到的时候。当你失去，你还有退路；当你不断得到，你会以为前方只有一条路，而那条路往往没有出口。为什么有些人明明什么都有了，却突然崩溃？为什么有些家庭看起来圆满，却暗流汹涌？为什么有些修行人
越修越直，越修越苦。原因不复杂，他们把顺当成了对，却忘了顺本身就是一种考验。很多人走到某一个阶段，都会生出一种委屈，他会想，我也没做坏事，我也没害人，我只是想让日子过好一点，为什么偏偏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没有回应？他开始怀疑，是不是佛不听了？是不是自己福报不够？是不是别人走了捷径，而自己被落下？可佛法真正冷静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他从来不急着安慰你，他先让你看清你到底在向谁求，又在求什么。真正的佛菩萨不是满足愿望的机器，而是看清因果的人。当你站在一条路上，前方是悬崖，后方是原路，你若求的是速度，他让你慢下来；你若求的是结果，他让你停住。不是因为他要为难你，而是因为他已经看见那一步走出去之后，你这一生会付出的代价。很多人不明白，他们以为慈悲就是帮忙，可在佛法里，真正的慈悲往往表现为不动声色的拒绝。维摩诘经中有一句话，不以世乐换真实乐，意思是不能用暂时的快乐去交换真正的解脱。可我们大多数人的祈求恰恰相反，我们愿意用未来的安稳换眼前的安心，我们愿意用长远的清明换短暂的确定。顺魔就在这个时候悄悄接手，他会告诉你，没关系，你这样想很正常，你已经够努力了，你只是需要一点帮助。于是你开始更用力地去追，更频繁地去算，更执着地去验证。你以为这是精进，其实是在加速。你开始听不进不同的声音，你只愿意靠近能肯定你的人，你不再容许任何打断，因为你已经为这条路付出了太多。佛法里把这种状态称为迷熟，不是迷一时，而是迷得很熟练。这时候就算真正的善缘出现，你也未必接得住，因为你已经不再问这件事对不对，你只问能不能再往前一点。很多人走到这里，人生看起来并没有出问题，事业在走，家庭在撑，外人眼里他是成功的，是稳的，是有方向的。可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已经很久没有真正安静过，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催，快一点，再多一点，别停。顺魔从来不制造混乱，他制造秩序，一种让你无法脱身的秩序。你每天都很忙，你每天都有目标，你每天都在解决问题，可你已经忘了自己最初是为了什么开始的。佛法里讲，业力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重，而是它熟。当一个模式被不断重复，它就会变成命运，不是因为命定，而是因为你已经不会选择别的路。所以你会看到一种现象，有些人一生都在向上爬，却越来越孤独；有些人什么都有了，却再也笑不出来；有些人突然停下来，才发现自己已经不知道怎么停。而真正的觉醒往往不是发生在得到的时候，而是在某一次你忽然发现再这样走下去你会失去自己。也正是在这个时刻，很多人开始回头看，他们会想，是不是那些没成的愿反而在救我？是不是那些被挡下来的路才是真正的转机？佛菩萨不显灵，不是冷漠，而是因为他看见你的心还没有准备好承受你所求的东西。真正的慈悲是不让你在还没醒的时候把这一生走完。走到这里，你也许已经隐约感觉到一件事，佛法真正要你面对的从来不是世界有多难，而是你为什么这么急。我们这一生大多数的痛苦都不是来自失去，而是来自一种持续的紧抓，抓住结果，抓住身份，抓住我必须这样才安全。所以我们才会不断祈求，求确定，求稳定，求一个保证，告诉我们只要照这样走下去就不会出错。
可佛法从来没有给过这种保证。佛经里反复出现的不是成功，不是圆满，而是一个词：觉。觉不是得到更多，而是看清自己正在做什么。当你真的看清，就会发现，很多你以为非要不可的东西，其实只是你用来对抗不安的工具；而很多你以为是祝福的顺利，其实正在悄悄把你推得更远。所以佛菩萨才会在你最急的时候沉默，在你最想要的时候不动声色，在你以为只差一步的时候让你停下来。不是要你放弃人生，而是要你放下那种如果这件事没成我就完了的念头。真正安全的愿从来不是具体的结果，而是一种方向。不是让我一定得到什么，而是让我在得失之间不至于迷失。不是让我这一生顺遂无阻，而是让我在顺与不顺之间都还能守住本心。佛法里有一句很安静的话：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不是消极，也不是躺平，而是你知道自己在走，却不再被拉着跑。当一个人不再急着证明自己，不再急着把人生走完，他反而开始真正的活在当下。他做事依旧认真，承担依旧承担，努力依旧努力，但他的心不再被结果勒住。这时候顺魔就失去了力量，因为他只能顺着你的执念走，而你已经不再把执念当成方向。你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，当你不再强求，很多事情反而自然展开。不是因为你更会求了，而是因为你终于不再把命运当成交易。佛法真正教人的不是如何心想事成，而是如何在不如意中仍然不被毁掉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毁掉一个人的最好方式从来不是打击他，而是满足他内心深处所有未经觉察的善愿，让他一路顺，一路对，一路成功，直到他再也回不了头。而就一个人的方式恰恰相反，是在他最想要的时候让他慢一点，在他最执着的时候让他空一次，在他以为非走不可的时候给他一个停下来的机会。如果你此刻正在经历一种怎么求都不顺，怎么努力都卡住，怎么想都不安的状态，也许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，这一次没有回应未必是拒绝，也许是某种保护。最后我想把这一段话送给此刻还在焦虑，还在用力，还在怀疑自己的人。你这一生不是来完成所有愿望的，你是来认清什么不必再追。当你开始不再急着心想事成，你才真正开始走在不被毁掉的路上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